说现在的上海是韩国年轻人的耶路撒冷，可真的是一点都不为过。随着咱们中国进一步对韩国免签，现在上海的街头可谓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那咱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篇精彩的英文文章是怎么说的。South Koreans are making a beeline for China, especially top urban centers such as Shanghai, as overseas travelers take advantage of China's visa exemptions. 韩国人直奔咱中国，你看这个直奔是不是画一条直线？英文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叫 make a beeline。Bee 是一只蜜蜂，据说呢，蜜蜂回自己蜂巢的时候呢，会本能的选择最短的那条直线的路线，所以他们来中国呢，特别是喜欢来那些顶尖的都市，比如说上海。那与此同时，进一步发生的事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的啊 ？As 后面交代了，说海外的这些旅行者呢，他们充分的利用了中国在免签方面的政策，这个 visa 就是签证 exemptions 指的是对于签证的豁免嘛。Shanghai appears to have become the new darling for Koreans for on a whim weekend trip to escape work stress at home as they swarm the city's glitzy streets and back alleys. 上海似乎已经成了韩国年轻人心目当中的新宠啊！这个 darling 原本指的是两个人关系至少比较的亲密啊。我说hey my darling， 那么 new darling 至少在他们心目当中啊，我要宠爱一下上海，要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for 后面加目的嘛，叫 an on a whim weekend trip 啊。这个 weekend trip 我们都已经听说了，韩国年轻人周五下班之后赶紧买一张机票飞到上海来。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一时兴起，心血来潮的想法，不是说我提前2周规划的，那这个就叫 on a whim。你看 whim 指的就是一个人一时的一个想法，那可能上一秒钟他还山盟海誓，下一秒钟说对不起亲爱的，我喜欢上其他人了，这个就叫 on a whim， 因为是在这个 whim 的影响之下所做的行为。那具体来说的目的是 to escape work stress at home， 去逃避在本国那些工作压力。好，刚刚是一个大概，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上海，那要交代一个细节呢，就好像这个镜头语言当中take a close-up shot， 我拉近一点点一看as 后面交代了 they swarm the city's glitzy streets and back alleys， 这些韩国年轻人一下子涌进了上海这座城市当中那些光鲜亮丽的街道以及说弄堂里面。这个 swarm 之前我们刚学过，做名词呢就是一群鸟一群动物，那个群的感觉量特别大。那 swarm 做动词呢，就好像一大群的东西，一大群的人一下子涌入到一个地方。那接下来要春运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子很多人涌进这个火车站大厅里面去买票的那个样子，就叫 swarm the railway station， right？ 那 glitzy 刚刚我们暂且翻译成光鲜亮丽，但实际上外国人并不知道这个中文翻译，他听到这个词他产生的联想是什么呢？主要来自于 glitter 还有 ritzy。你看，顺便又学2个新的词 ，glitter 给人感觉就是我身上如果穿的那种亮片特别多的衣服 ，Wow I am glittering， 对不对？闪闪发光。那什么叫 ritzy 呢？一个老外来到非常高档的一个场所，比如说一个超豪华5星级酒店的面前的时候，他会说 Wow this is a very ritzy hotel。所以 glitter 和 ritzy 这2个声音，注意不是2个词，拼凑在一块儿叫 glitzy， 这就是外国人头脑当中瞬间产生的一些联想。那么 back alleys 如果在北京的话，可能就要翻译成胡同；在上海最好就翻译成弄堂。Koreans speaking their language and donning haircuts and outfits synonymous with Korean fashion can be seen snapping photos at must-check-in spots such as the Ariano Pearl Tower in the Lujiazui Financial District and at the Huangpu River Promenade。韩国人他们说着自己的语言。第二个做的动作呢，就带着自己的发型，我们中国人不会这样说。这个人他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型？那么外国人特别有意思，这个 don 和 wear 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啊。那么他觉得一个人戴着一顶帽子呢，可以说 wear 或者 don a hat。那穿着一件衣服呢，可以叫 wear 或者 don a clothes。但是我们中国人呢，就用不同的动词去表达的And outfits 他们不光有这样的发型，还穿着。那你看外面那一套东西叫 outfits， 就是一身行头。那么他们这种打扮的话 synonymous with Korean fashion 这个韩国时尚名声在外我不知道大家在上海的小伙伴们看了之后是不是觉得跟韩剧里面还是有点差距的这个 synonymous with 意思就是和什么什么是相近的，这个是字面意思。那么实际上就有点相当于代名词的感觉Can be seen snapping photos。 大家观察到这一群人在做什么事呢？在那些上海的必打卡景点，在那儿 snap 就拍照片。那可以说 take photos， 也可以说 shoot photos。那为什么还可以说 snap？ 因为 snap 是一个拟声的感觉，
你看这个声音非常的短促，就跟你按快门是一样的感觉。难怪一张照片也可以叫 a snapshot， 就好像你瞬间捕捉的那张照片。那这儿就说到了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啊，大家耳熟能详的东方明珠电视塔了、陆家嘴金融区了，以及说黄浦江边那个步行道叫 promenade。另外一个发音叫 promenade， 总之一听感觉有一丢丢法语的气息，果然一查就是来自于法语词汇，它表达的就是往往滨水的一条步行道。那我们重点说的词汇呢，放到了最后是 check in。你想想，我们中文当中经常有这个表达诉求，说这个地方要打卡，这是一个打卡景点。你看，打卡，这是我们中文的表达。那英文呢，他觉得采用的是你到一个酒店里面 check in 同样的一个表达，因为你到酒店里面 check in 的时候，原本你预定好了，周先生的名字旁边有一个小方格，然后怎么样 check 打个勾。那么一旦 check 之后，你就 in， 就正式的入住这家酒店了。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外国人还可以用另外一个常用的表达叫 check off， 起了个怪，离了个谱了。off 是好像划掉的感觉，为什么呢？英文当中有个说法叫 a bucket list， 就你这一辈子kick the bucket， 你的脚去踢一只水桶，也表达一个人一命呜呼比较诙谐的表达，就一个人去世之前一定要去游玩的那些地方就叫 a bucket list。那一个韩国人这一次来上海之前说我要去10个景点，那他去了一个景点之后，他可以打一个叉呀，因为我已经去过了，所以可以用a must check off spot 去表达必打卡景点。Alrighty， 学英文方法一定比努力更重要。那说起英文高效学习方法，大家一定要记得点视频下方的链接，预约周老师明天早上7点钟的直播，记得设一个小闹钟，咱们直播间可要不见不散哦。那最后呢，按照我们的老习惯，从头到尾裸听一遍，试一下完全不一样的画面感学英文的方法。South Koreans are making a beeline for China, especially top urban centers such as Shanghai, as overseas travelers take advantage of China's visa exemptions. Shanghai appears to have become the new darling for Koreans for an on-a-whim weekend trip to escape work stress at home, as they swarm the city's glitzy streets and back alleys. Koreans, speaking their language and donning haircuts and outfits synonymous with Korean fashion, can be seen snapping photos at must-check-in spots such as the Oriental Pearl Tower in the Lujiazui Financial District and at the Huangpu River Promenade.